川普逼宫，美联储加冻结美加谈判，影子主席危机爆发，全球市场进入双轨混乱，2025金融临界点警报拉响。一、川普双线出击，震撼全球金融秩序，市场陷入货币加贸易双轨混乱危机。2025年6月底，华盛顿政坛连环抛出2颗重磅政治炸弹，令全球金融市场神经瞬间绷紧。总统唐纳德·川普不仅再次对现任联储主席杰罗姆·鲍威尔发起公开攻击，更首次明确表示即将公布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，等同于提前开启权力交接的信号。更具冲击性的是，川普几乎在同一时间对外宣布即刻终止与加拿大的全部贸易谈判，并警告将在未来7天内宣布一系列针对加拿大的惩罚性关税。这一决定源于加拿大近期拟对美国科技巨头征收数字服务税，川普称之为对美国主权与企业的公然攻击，并表示将采取代价极高的经济回击。2项重大表态几乎同步抛出，不仅让市场措手不及，更让投资者意识到，美国的货币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正同时步入极端不确定性通道。国际财经媒体普遍认为，这可能导致美国经济政策逻辑解耦，即货币政策与贸易政策不再同步协调，反而彼此牵制，扰乱市场信号，形成双轨震荡格局。这一局面意味着，货币政策失锚风险上升。若川普宣布的联储候选人立场与现任鲍威尔截然相反，将出现影子主席架空实权的局面，引发市场对未来加息、降息节奏的严重混乱。贸易体系重构、倒逼资产重估，川普式关税外交卷土重来，不仅危及北美供应链，更可能波及美欧科技摩擦与全球市场预期，引发避险需求激增与资本重新配置。在此背景下，美元、黄金、全球股市齐齐波动。美元指数在川普讲话后先涨后跌，反映出市场对强美元加宽松联储并行逻辑的焦虑。黄金则在短线抛压后迅速企稳，显示避险资金的警觉反应。美股高位震荡，科技股尤为承压，反映对数字税风波的避险情绪逐步升温。全球多家智库与银行同时发出预警，若未来数周川普继续推进人事更换和关税制裁，全球资本市场或将进入一个以政策不确定性为主导的新周期。一、影子主席浮现，美联储政策权威遭遇前所未有挑战。川普的换帅风声并非首次，但这一次，市场真正感受到一种实质性的制度冲击正在逼近。当他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即将宣布新任美联储主席人选时，整个华尔街为之一振，因为这意味着，在鲍威尔任期尚未结束的前提下，一个影子主席机制可能悄然浮现。一旦川普提前钦点继任者，这位准主席势必开始在政策舆论中发声，形成与现任主席双轨并行，甚至相互矛盾的局面。这种预期的分裂将对市场造成深远影响，利率前景变得扑朔迷离，市场将无法判断美联储究竟是会维持当前鹰派抗通胀基调，还是很快切换为川普偏好的低息加放水路线。资产定价模型失效，从美元汇率、黄金避险情绪到美债收益率的走势，核心锚点变得不再稳定，投资者难以判断基本面逻辑是否还有效。联储独立性被政治化干扰，原本应独立运作、以数据驱动的美联储，如今其政策预期被强行嵌入政治周期，这对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可信度构成直接打击。更重要的是，鲍威尔与影子继任者若在公开立场上发生分歧，美联储内部可能出现政策语调打架的风险。这不仅让市场信息解读成本上升，也使金融系统对美国政策方向的判断出现混乱。换言之，一旦货币政策失去明确指引，全球金融市场将面临持续的预期失真压力。对外资而言，这是美国金融体系制度性噪音升高的预警信号。二、贸易谈判破局，关税政治卷土重来。在美联储影子主席风波尚未平息之际，川普又突然抛出另一颗重磅政治炸弹，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全部贸易谈判，立即生效。这并非象征性表态，
而是实质性的断交信号。导火索是加拿大决定对美国科技巨头征收数字服务税，川普在社交平台上强硬回应，这是对美国的直接挑衅，是对我们科技产业的公然攻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不会再谈。未来7天内，加拿大将接到我们对其出口商品的新一轮惩罚性关税清单。这一声明立即在全球市场引发震荡。外媒普遍分析认为，川普此举不仅可能点燃新一轮北美贸易冲突，更意味着关税政治再次被激活为核心外交武器。这背后透露出的战略转向更值得警惕。第一，美国正在放弃多边协商机制，转而重启单边惩罚式谈判模式。第二，关税不再只是经济手段，而成为施压盟友、输出美国优先政策的政治工具。第三，所谓战略伙伴在川普逻辑中，并无长期稳定性保障，只要短期利益受损，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谈判牺牲品。这一趋势一旦展开，受影响的将远不止加拿大。从过去川普政府对墨西哥、欧盟甚至日本的关税讹诈手法来看，此次加拿大事件极可能是一个模板试水。更严重的是，一旦主要经济体间贸易规则被频繁打破，协定被单方面否定，全球供应链稳定性将遭到严重削弱，跨国企业投资计划、成本测算、物流部署都将被迫进入动态应急模式。换句话说，全球化退潮正在从过去的结构性趋势演变为一场川普式冲击波。三，双线混乱叠加，全球经济拉响临界点警报。货币与贸易政策双线异动，正将全球经济推向不确定性的新高点。一方面，美联储内部权威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，川普屡次暗示更换主席，并可能提前公布继任者，使当前主席鲍威尔陷入有名无实的尴尬局面。政策定力开始动摇，市场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判断出现严重分裂，是继续鹰派抗通胀，还是提前转向宽松刺激？这不仅干扰了市场对未来流动性的预期，也极大削弱了美元资产的政策稳定性。另一方面，川普突袭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全部贸易谈判，并预告将于7月9日关税缓冲期结束前公布制裁措施。外界普遍预期，他将启动针对数字服务税的反制，进一步激化美加、美欧之间的税收博弈。数字税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新型关税战，撼动全球科技产业的利润模型与税收架构。双重不确定叠加下，市场正被强行拉入一个高波动的灰色窗口期。未来几周，美股、美债、黄金、白银、原油等全球主要资产类别，皆可能因政治事件突发而出现剧烈摇摆。尤其在算法交易与高频交易普遍化的当下，政策信号的微小变化就可能被市场放大为剧烈行情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种双轨政策加短期突发的组合，令市场失去统一预期锚。投资者不仅要面对资产波动，更要面对规则本身的持续变动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传统的基本面逻辑、技术分析方法，甚至宏观模型都可能短暂失效。唯一可行的策略是提高警觉，控制杠杆，严守风险底线，并密切关注政策信号的每一个微变。4. 投资者如何穿越政策迷雾？关键在于策略弹性。在当前这种货币政策与贸易政策同时出现不确定性的局势下，投资者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行情的涨跌，而是政策路径剧本突变所带来的系统性误判。与其压住单一方向，不如构建具备应变能力的投资组合。以下4点是穿越政策迷雾的核心策略。1. 紧盯关键时间点与政策风向。未来1至2周将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政策窗口期，其中包括7月9日对等关税缓冲期到期，川普是否进一步宣布美联储继任人，加拿大、欧盟是否出台回应措施，美联储高层的最新发言是否出现口风偏移。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着市场的风险溢价定价，也将是判断方向的核心锚点。2. 适度增配避险资产，构建底部缓冲带。在剧烈波动周期内，对冲层远比进攻层更重要。黄金、白银、
美债、ETF、VIX 相关工具等，虽不一定带来高收益，但能在政策巨变时为整体资产配置提供下行保护。尤其是在美元政策撕裂与贸易秩序再塑的背景下，贵金属与债券类产品或将阶段性跑赢风险资产。3. 警惕诱多反弹，避免追高踩空。在突发消息刺激下，市场可能出现短线拉升，但这类反弹极可能只是空头回补或短期情绪修复。一旦政策面再度转冷，回调压力会迅速放大，因此短线操作需格外克制，不轻易加仓，不在情绪极端时进场，保持资金机动性。4. 拒绝单边压注，重建风险对冲思维。面对政策变局，最大忌讳就是过度自信或方向执念。投资者应主动降低杠杆水平，避免重仓单一资产或地区，通过跨资产配置、行业分散、期限错配等方式，把资产调整成可以承受变化的状态。真正的风险是新秩序的混沌初期。这一次，川普并不是简单的放话试水，而是在主动测试全球金融市场对其强势政策路径的容忍底线。当货币政策与贸易规则两大支柱同时失序，市场的焦点已不再是加息与降息、涨价与跌价，而是整个世界经济运行框架是否还能维持基本的逻辑稳定。我们正处于一个旧秩序退场、新秩序未立的灰色过渡期，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、没有剧本、规则随时改写的时期。在这种混沌中，任何单点爆发都可能引发系统性反应，从美元信用到贸易联盟，从央行独立性到全球资本流动，都会被重新审视甚至重定价。对每一位投资者而言，真正的风险不在于某一次利率变动或某一条贸易制裁，而在于你是否具备在全球规则重写的乱流中生存下来的能力。未来的市场将不再奖励冲动与盲目追涨，而会青睐3种能力：理性判断，看穿政策信号背后的权力逻辑；灵活应变，不压住单一结果，准备多套剧本；防御优先，在不确定中保护本金，在波动中稳住心态。这场风暴还在酝酿之中，真正的拐点未必已经到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全球市场的下一轮财富转移正悄然在这场混沌中铺开。